虽然美国对台军售了数百亿美元的装备，但这些装备却都没有到货，而台当局不但要全额付款，连美国延期交付的违约金一分也得不到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，我是虎妞。虽然美国在被我国多次警告和制裁的情况下，依旧加大对台军售金额，台当局也乐此不疲地上赶着去给美国送钱，但实际上，美国对台军售的上百亿订单中，大部分都没有到货，开的全都是些空头支票。在去年的时候，就有人爆料，美国对台军售积压未交付的订单金额累计总价值已经超过了140亿美元，而到现在，美国对台军售积压未交付的订单金额累计总价值已经超过了190亿美元。像台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-16V 战机，原本这批战机是要在今年年初就要交付首批订单的，但是拖到了5月份，台当局也没有看到美军交付的战机。而根据岛内官员透露的消息，美国已经告知了台当局，由于出现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，所以首批战机的交付时间要延迟到至少2年后了。也就是说，这2年内台当局收不到任何一架美国的战机。一般来说，对于这种军售订单，如果出现了延期交付的话，需要付出一笔巨大的违约金才行，所以很少有延期交付的情况。即便是因为某些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延期，也会进行一定的补偿。然而台当局和美国签订的军售合同可不一样，即便是美国没能按时完成交付，台当局依旧需要每年都照常支付军售的付款金额。也就是说，美国现在是属于躺着赚钱，什么都不用给台当局，台当局每年都要给美国送上数十亿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便是这些武器延期到了2年后，也不一定能完成交付。像 F-16V 战机，美国方面的解释是要得等到2年后了，这个至少里面蕴含的意思可就多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虽然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世界第一，但是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就比较拉垮了。因为援助乌克兰掏空了未来几年的库存不说，连自家武器生产供应都成了问题。而战机也因为出厂时间久远，面临更新换代的问题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工厂来配合。但美国现在最欠缺的就是这点，所以战机的更新换代一直很缓慢，即便是想对 F-2 战机进行改进，都没找到什么好办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生产的这些武器肯定是要优先保障对自己的供应的。以当前美军的生产能力来看，如果不进入战时生产状态的话，这个 F-16V 战机的2年后交付，恐怕是美军补充完自身的库存，才能开始为客户生产战机。台当局想要等到 F-16V 战机，需要的时间可能翻个倍来到4年也说不准。更别提其他国家也有着美国的 F-16V 订单了。部分客户国可是和美国有着违约金存在的，美国肯定是得优先供应他们。而等4年就是2027年，这个年份可是美军预言的，解放军可能开启收台行动的时间。此时美军才刚刚开始给台当局交付 F-16V 战机，怕不是太迟了。到时候台军的战机总数恐怕还没解放军1年交付的数量多，更别提之前就有的上千架先进战机了。那时候美军交付给台军战机，4舍5入一下，恐怕都得成解放军的战利品。不得不说，美国这招空手套白狼玩的确实是挺厉害的。仅凭借军售这一空头支票，就能从台当局这儿获得190亿美元贷款，就算延期了也没有关系。不但是零违约金，台当局还必须每年按时把钱给付了。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，全世界可是独一家。这样，难怪美国这么喜欢对台军售了。这么白捡钱的生意，搁谁谁都想做啊。也正是台当局这种当送财童子的做法，让岛内的民众都很不满了，认为美国只是把台当局当作提款机，要么开出一堆空头支票来骗取一大批钱财，要么
就将一堆没人用的破烂高架卖给台当局。想要凭借这种方法来挡住解放军的进攻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等到哪一天台当局的钱全部被美国给坑完了，然后被美国给一脚踹了，或许才能明白美国的真面目。而到了那时候，可就一切都晚了。